周哥，听说苏青寺要回来了。3年前他在傅家内乱的时候，毫不犹豫地甩了你出，现在说回来就回来，你真一点不在乎。谁？不认识。3年的时间，1000多个日夜，足够让一个人的痕迹从生活中彻底消失。我是苏青寺，3个月前我觉醒，得知我是小说《替身新娘》中结局凄惨的恶毒白月光，可这本书的女主本该是我。警告！宿主必须在3个后回国，阻止温以柔夺回女主之位，跟男主傅林舟修成正果。任务失败，死。而小说的男主傅林舟，又是我的前男友。他是京城第一世家的掌权人，性格冷厉薄情。在我出国后，温以柔使用手段趁虚而入，成为他的契约女友，而我作为原女主，却活生生被饿死在街头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会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林舟，少喝点酒，小心胃疼。这是谁？好美！天哪，她就是副总的白月光苏青寺。这脸蛋儿，这身材，我要是副总，我也忘不了啊。看温以柔这小家子气的模样，果然比不上正主，估计很快就该腾位置了。傅林舟，你真是有够贱的！整整3年的时间，你竟然还没有忘记苏青寺。林舟，我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先去个洗手间。现在还说记不清吗？周哥，在你心中，他们2个究竟谁更重要？温以柔跟我只是契约关系。回来就好，国外3年苦了你了。不苦，有人来找你了。苏青寺，好久不见。先生，你有事吗？思思，别再逗他了，这是傅林舟，你前男友真不记得了？傅林舟，抱歉，我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了。3年前傅家内乱，我父亲躺在 ICU， 几个叔叔联手逼我交出股份。傅氏集团股价暴跌，我的女儿在这时选择抛下我，远赴国外。如果你不记得，那我这3年的爱和恨算什么呢？苏青寺，跟我玩这种把戏？傅先生，我真的不认识你。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别怕，有我在。怕我？你凭什么怕我？当年不告而别、有错在先的人是你。傅总，青丝前不久在国外出了一场车祸，医生说是选择性失忆，忘记了一些人和事。什么？只是没想到，思思居然连你也不记得了。不记
记得了。青丝，你这个贱人，为什么要回来？明明现在陪在阿周身边的人是我。对啊，这半年陪在傅林舟身边的是我。苏青丝，都过去3年了，你拿什么跟我争？阿周只能是我的。林舟，这位小姐是林舟，以前的一个。苏青丝，你究竟是真的失忆了，还是想跟我划清界限？看来明天该去苏家一趟。副总，我来找苏青丝。副总，小姐昨晚回来后就发烧了，今日需要静养，不宜见客。是因为我昨晚太凶，吓到她了。你去看看她，生着病，反倒比3年前更加狗人了。阿周，你记得我？傅先生，你刚才喊我什么？傅先生，好软。傅先生，我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您别这样。别哭了，我不凶你。真的。思思，我给你熬了粥。副总也在啊，你这是来探病还是来欺负病人的？我改天再来。思思，傅林舟不是你惹得起的，离他远点。好，不重要的人，傅林舟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得了你自己吗？我费尽心思陪了你整整半年，却抵不过他一面。苏青丝，我绝不会让你抢走林舟。温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找林舟，他在里面，对吗？谁允许你来这里的？阿周，我是担心你又被他骗，才跟来的。温以柔，认清你自己的身份。阿周，我知道我长得像苏小姐，可这半年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啊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回头看看我呢？我会难过的。这半年来，我们只是各取所需。回去，不许来找苏青丝。各取所需，原来这半年对你来说只是各取所需。都怪苏青丝，如果不是她回来，你怎么会这么对我？话是不是说太重了？一柔毕竟也是爷爷的救命恩人。别哭了，跟我回家。警告！检测到宿主的行为导致男主温以柔产生愧疚，请宿主立刻纠正。按照方案，回国后你应该用回忆博取傅林舟的同情，而不是假装失忆。你不懂，男人对过去的回忆会怀念，但那不是爱。我要让他为我折腰，为我失控，为我抛下一切。宿主，请严格遵守方案，任务失败的下场你承受不起。宿主，这是对你擅自做主的惩罚，请按照我为您分析出的最优方案执行。我的办法比你的更好。从结果上来看，你的方法确实与系统方案，它对你有了占有欲，惩罚解除。宿主，我有必要提醒您，一旦温以柔和傅林舟结婚，任务将会判定失败，而您也无法改变命运。不会的，我有把握，人都是不满足的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。接下来会让傅林舟一点点为我心动，
直到彻底沦陷。苏总，您请，副总已经在等您了。好大的脸！3年前傅家出事，苏家立刻划清界限，现在快破产了，又舔着脸来巴结副总。坐。林州啊，好久不见了。你父亲要是还在……苏总，有话直说。是这样，苏家最近有几个项目出了问题，希望你能投资。苏氏走下坡路是决策错误导致的，投再多的钱也是打水漂。傅氏要是不投资苏氏，苏氏就要破产了。老爷，副总今天来找小姐了。林州昨天还去看了思思，是不是说明他对思思还有感情？林州啊，合作的事情从长计议，不急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有另外的事想求你。思思虽然学的是设计，但毕竟是苏家独女，以后家业总要交到她手上，所以我想让她到你身边历练一段时间。苏叔叔，我现在有女朋友。我知道，但你毕竟跟思思从小一起长大，就看在从前的情面上，让思思来练练一下。这3年的耿耿于怀，不过是咽不下当年的不甘罢了。把它放在眼皮子底下也好，等到执念耗尽，他苏青丝也就成为过去式了。苏小姐，您等一下副总，副总还在开会。系统，温以柔今天会来吗？会，温以柔做了4菜1汤，正往公司赶，准备给傅林州一个惊喜。惊喜，怕是惊吓才对。副总，苏小姐到了，等了您2个小时。你开完会了？等很久了。不久，我刚到。等了2个小时，说是刚到，这女人现在为了讨好，倒是学乖了。坐。想必你父亲都跟你说过了，你以后就是我的私人秘书，负责给我端茶递水，整理文件，安排行程。总之，我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。这半年来，我摸清了傅林州的全部喜好。正所谓，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就得先抓住他的胃。苏青丝，你争不过我的。温小姐，副总交代了，不许任何人进入。我是他女朋友，不是外人。苏青丝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林州，他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叔叔托我照顾他，让他来傅氏历练。历练？我看你分明就是对他旧情难忘。温以柔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，傅林州？你把他放在身边，你让公司的人怎么看我这个正牌女友？温小姐，你不要误会，我真的只是来学习的。副总，你先跟温小姐解释清楚吧。不需要解释。温以柔，记好自己的身份，立刻回去。程毅，送温小姐下楼。温小姐，请。副总，您不去追吗？你希望我去追？我只是觉得他对你很好，给你做饭送午餐很用心。瑟瑟跟我说过一些以前的事情，但我真的不记得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偏偏忘了你。或许这就说明我们没有缘分，所以真的没必要因为那些莫须有的过去让你们吵架。忘了就算了，你安心待在傅氏，不要想太多。温以柔那边我会处理。妈，苏青丝那个贱人回来了，傅林州不要我了。柔柔，你不该闹的，男人最烦女人闹。你当着苏青丝的面跟他吵，就是在将他往外推。妈，那我该怎么办？阿征，累了吧？
我给你留了饭菜，我去热。阿周，你尝尝看，排骨是我今天新学的，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。不错。对不起，阿周，我今天不该在公司闹，让你难堪。我就是太害怕你不要我了。你跟苏小姐之间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，而我只是一个……但是没关系，只要能陪在你的身边，我就很知足了。别想了，早点休息吧。阿周，我知道自己是因为爷爷才能留在你身边，可我真的控制不住爱你。别瞎想，我跟他早就过去了。完蛋了！检测到傅林舟刚才因愧疚做出决定，选择了温以柔。宿主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闭嘴！林婉清，我小瞧你了。你当初不仅给我爸下药，怀上我爸的孩子，竟然还带着孩子嫁进了温家。竟然是他！这是你入狱后出现在苏明远身边的解语花，就是他挑拨苏明远，害你最后冻死在街头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会让林婉清身败名裂。我要让温以柔永远做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女。那傅林舟呢？傅林舟，他会自己回来的。游戏现在才刚刚开始。宿主，别美了，快想办法挽回男主傅林舟呀！别急，来了。原来如此，宿主，你让我给温以柔动的手脚生效了。苏清思，我的新秘书。哦，新秘书。那温小姐呢？这种场合，她不是一向跟着你吗？她身体不适，在家休息。身体不适啊？周哥，天天把苏大小姐放在眼皮子底下，当真只当秘书看。我要是你，我可把持不住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什么？把她留在身边？最开始确实存了点别的念头，但这几天看着自己左右摇摆，也觉得没意思。周哥，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，还是说给你自己听的？过一段时间，找个合适的理由，就让他回到苏家。等他回到苏家，我就跟以柔求婚，圆了爷爷的心愿。男主刚才和谢雨安说要打发你走，别慌，跟温以柔结婚怎么办啊？王牌不是在这儿吗？傅林舟不是说要收心，要求婚，要过安稳日子吗？那就让我看看，今晚这个心他能不能收得住。林舟，今晚你是属于我。副总，这位是新来的秘书。沈小姐你好，我是苏清思。苏小姐长得这么漂亮，当秘书可惜了。有没有兴趣跟我进娱乐圈发展？沈小姐，做好你自己的事，我的人还轮不到你来操心。装什么蠢？林舟竟然还这么护着他。副总，是我唐突了，这杯酒我敬您，就当是给您赔罪了。副总，我还有事，先失陪了。
林州，我扶你去休息吧。沈曼书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给我下药！副总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宿主，快去救傅灵州啊！急什么？陈顾里，副总好像不太舒服，被沈小姐扶到楼上去了。您要不要去看看？在哪里？我不太确定，但我隐约听说沈小姐在顶楼订了套房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住手！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程助理，先将副总带去医院。副总，您别这样，您已经有女朋友了。她不是我的女朋友，只是契约女友而已。思思，我爱你。思思，我爱你。傅林州，你清醒一点。放开我！对不起。混蛋！我是混蛋。想起了吗？还想不想当？我不打，松开！我就知道思思心里是有我的，舍不得打我。反正今晚也不是真睡了，我要你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今晚的事你不提，我不提，就当做没发生过一样。当做没发生过。思思，我在你心中就这么不重要吗？傅灵州这混蛋是属狗的吗？明明没有到最后一步，腰都快被他掐断了。副总，该走了。程月，你年薪多少800万。涨到1000万。欲擒故纵这招，对傅灵州这种高高在上、习惯了掌控一切的男人最管用。从今晚开始，傅灵州的心算是彻底收不住。宿主，你太厉害了，男主的好感度正在持续飙升，照这个进度，你很快就能夺回气运了。这算什么？更让他抓心挠肝的还在后头。苏清溪，你简直就是来折磨我的。这就是你们做了1周的方案，滚回去重做。是，我马上重做。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再做不好，总监的位置就换人上。副总放心，我一定给您一份满意的方案。副总这1周就跟吃了炸药一样，谁碰谁死。1周了，都没看见他，他是在躲我吗？进来！我说了多少次了，这种……
副总，这里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个字。一周没看见你，是不舒服？谢谢副总关心，已经好多了。副总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好多了。那为什么要躲着我？我那晚吓到你了？不是说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吗？我是答应了，可你躲了我整整1周，连公司都不来，这就是你说的当做没发生。副总，我真的没有躲您，就是最近有点忙。忙？你这副心虚的样子，谁看了都会觉得有问题。还是说，没有，我早就忘掉了。那就证明给我看，从面前不许躲着我，动作。No。去工作吧。周哥，城东新开了一家会所，去开几瓶酒？没兴趣。没兴趣？我看是兴趣在苏家大小姐身上。不过也是，苏青寺那脸蛋和身材，哪个男人能把持得住啊？谢雨安，苏青寺是我的秘书，注意你说话的态度。行，秘书。不过周哥，你堂堂副大总裁，什么时候需要亲自带个新人？等，我错了，周哥。还说不是心上人，一说到他就急眼。哎，我错了，不说了。不过周哥，你要是真喜欢苏青寺，温以柔那边，你最好趁早说清楚。我跟他从一开始就是契约关系。至于苏青丝，我早就放下了。周哥，温以柔可未必这么想。再说了，你嘴上说的比谁都绝情，可那双眼睛啊，一见到苏青丝就恨不得粘在他身上。你管就知道，不爱放下。你说的对，我放不下他，我是想他想到发疯，可我什么也不能做。以柔是爷爷的救命恩人，况且他这半年来将爷爷照料得很好。周哥，恩情不是爱情，有嘴硬的时间，还是趁早认清自己的心吧。行了，周哥，我就不陪你了，小美女们还在等我开酒，走了。苏叔叔，傅氏可以给苏氏集团资助5个亿。5个亿！李周啊，太谢谢你了，叔叔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。报答就免了，但有一个条件，这笔投资不希望苏青丝知道。林周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让思思知道。苏青丝，你这个贱人，肯定是你勾引林州的，不然林州好端端的，凭什么给苏氏出资5亿？以柔，我是这么教你的吗？在还没有成为富家夫人前，维持好你温柔可人的形象，别被人抓住了把柄。妈，我不甘心，凭什么我陪在傅林州身边半年，他都不肯看我一眼？可苏青溪才回国几天，就把傅林州勾得魂都没了。以柔，妈，我不甘心，你快点带我认祖归宗，回到苏家吧！我要让苏青丝失去一切。以柔，再等等，现在不是回苏家的最好时机。妈，我一天也等不下去了。明明我才应该是苏家的大小姐啊，凭什么？以柔，对敌人要一击毙命。你难道不想亲眼看着苏青丝被踩进泥潭，一无所有的惨样吗？想，我做梦都想。妈，
那我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做？当务之急是你要进入傅氏，让傅林舟看到你的价值。他那样的人，需要的是事业上的帮手，而不是只会在家洗手做羹汤的保姆。妈，我明白了，我一定会进入傅氏。副总，人事部刚发来通知，设计部今天入职了一位新设计师，是温小姐。设计部，她去那儿做什么？副总，需要交代设计部那边特殊照顾一下吗？既然她想去基层历练，就照规矩来，不需要任何特殊照顾。是。看，听说她就是副总的女朋友，空降到我们设计部了。好羡慕啊！竟然能让副总那样的冰山为他倾斜。苏小姐，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，请多指教。恭喜温小姐入职副氏，我还要整理文件，先失陪了。苏青丝，你这张脸还真是碍眼啊！核心剧情已触发，请宿主偷拍温以柔的出版设计稿，作为夺回女主气运的第一步。我绝不会做这种下三滥的事情。宿主，温以柔获得赏识的设计稿是窃取了您在国外创作时的废稿。我在回国前跟他从未有过接触，他怎么可能拿到我的废稿？宿主，故事线异常，为了强行推动剧情，事件会自动补足。您夺回女主气运的同时，故事线大体不能偏离，否则小说世界会崩溃。我知道了。宿主，请即刻行动，夺回设计稿，否则您的气运将被温以柔彻底吸取，届时您依旧会惨死街头。放心，我会修正的。正好，这纯洁不谙世事的白月光，我也当腻了，也厌恶了每天对温以柔笑脸相迎的日子。1个月了，他看我的眼神和看程昱没什么两样。既然他心里没我，我又何必自作多情？程毅，你一份辞退合同给苏青丝，补偿按照最高标准来，别亏待他。苏青丝，我们之间早就结束，给苏家的5亿投资，就当做是我这段时间对你的补偿吧。林舟，我想将这一款珠宝作为这个季度的主打款。这款珠宝，苏家在早晨就发布了新品预告。不可能，这明明就是我的设计，怎么会跟苏家有关？我知道，苏青丝上周来过我的宫位，一定是他偷了我的设计稿。温以柔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苏秘书做的？除了他还能有谁？只有他来过我的宫位。没有证据的污蔑，我不想再听。你先回去休息一段时间，这事儿我来查。副总，监控调取出来了。继续，是谁？说，是苏小姐在晚上8点潜入设计部，拍了温小姐的手稿离开。你说什么？苏青丝，真的是他？副总，从时间线上来看，苏小姐拿走设计稿后，苏家就立刻放出了预告海报。傅林舟，你还真是蠢！3年前被骗一次还不够。副总，现在该怎么处理？联系法务部，即刻起诉苏家盗取商业机密。另外，让苏青丝来见我。是。苏青丝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想怎么骗我。进。副总，您找我？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？不知道。
副总，苏青丝，你演技挺好的啊，监控都拍到了，偷拍稿子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？副总，我没有，这就是我的创意。苏青丝，你还在骗我！你留在我身边的这1个月，就是为了偷这么个不值钱的东西。苏清溪，你盗取商业机密，傅氏可以告你，苏家也跑不了。还有苏家5个亿的投资，我现在就可以全部撤回。不要！傅林州，你既然为了温以柔要让苏家破产，你就是爱上他了，对不对？闭嘴，苏青丝！你偷了别人的东西，就没有一点愧疚之心吗？我愧疚什么？我的东西被抢了，我为什么要愧疚？傅林州，我就是要知道你这么咄咄逼人，是不是为了温以柔？是不是喜欢他？对，我就是给温以柔出气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那我呢？我怎么办？你爱上别人，让我怎么办？你都想起来了？什么时候？我就知道，你心里还是放不下我。我宁愿我一辈子也记不起来，也好过像现在这样。林州，你知道吗？自从我恢复记忆以后，我每次看到你跟他站在一起，我就难过的要疯了。思思，思思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醒醒！低血糖。思思，你再撑一下。思思，吃一点，吃一点就不晕了。思思乖，是我错了。你就算跟我置气，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。思思，你是什么时候记下来的？你这个骗子，明明是你自己做错事了，还敢跟我发脾气，跟我闹。气消了吗？现在能说什么记下来的了？就在温以柔入职那一天。为什么是那天？他让你不开心了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当时心里好乱，然后就恢复了记忆。疼不疼？阿周，比起心痛，这些都不算什么。你知道吗？这些天只要我一闭上眼，全是以前我们相爱的画面，我忘不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怎么说？全世界都知道温以柔是爷爷认定的媳妇儿，而我只是你的前女友。爷爷，我跟温以柔真的没什么。我亲眼看到了，还能有假？我看你就是放不下那个苏清寺，他根本就不爱你，否则就不会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出国。总之，你必须对温以柔负责。就因为爷爷认定了他，你就什么都不问，宁愿装失忆去偷设计稿，也不肯对我坦白。苏清寺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？你的心里究竟有没有我？就算有用能怎样？你敢违抗你爷爷吗？那为什么现在又要承认了？因为我受不了了，我见不得你为了别的女人对我动手。阿周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觉得我用这么卑劣的手段在跟他争宠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想不明白，既然你爱我，为什么3年前突然就走了？是不是就跟他们说的一样，觉得我要完了，不想被牵连才离开的？阿周，求你别再问了，你只要知道我没有背叛你就够了。是被逼的。思思，你是不是又哭着？思思，问，3年前的事，他不是。阿周，你能不能别起诉苏氏集团？那是我妈妈留给我的。
对不起，是我贪心了。思琪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就知道阿周对我最好。哼！系统，我女主的身份是从3年前开始被逐步取代的。是的，在原本的剧情里，您应该陪在傅灵州身边，一起度过难关，而不是被强制出国，成为恶毒白月光。那我以前对傅灵州的感情，究竟是受剧情控制，还是真心的？抱歉，宿主，您提出的问题超出理解范围。问一个系统这种问题，我真是疯了。过去是真是假又怎样？只要现在是真的就行。他只是太喜欢我，才会在我附近做出这种傻事。程毅，去安排下，跟苏氏集团合作推出那款珠宝。苏秘书，你偷了我的设计稿，还有脸来公司啊？温设计师，你确定设计稿的创意是你？苏青丝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偷了我的设计稿，还要反过来污蔑我？污蔑？那你倒是说说，这款珠宝月落灵感来源是什么？设计的核心元素又是什么？这就是苏氏联手傅氏最新推出的珠宝月落。好美的珠宝，这是我梦到的，这就是我的。我的设计灵感源于夜空，主石是月光石。温小姐，温小姐，副总让您去办公室一趟。程秘书，查到了对不对？灵州要怎么惩罚苏青丝？温小姐，副总决定和苏氏共同推出月落珠宝。什么？跟苏氏合作？不行，我要去找灵州。玉安说的对，放不下青丝，看来是时候跟温以柔提出解除契约了。灵州，你为什么要跟苏氏合作？苏青丝偷了我的稿子，你居然还向着他！以柔，这是公司的决定，还有，我们之间的契约关系就到这里。灵州，你什么意思？我陪了你半年，你以为苏青丝要跟我解除契约？跟他无关，当初说好的，我们只是演戏给爷爷看，这半年耽误你想要什么补偿都行。为什么？明明在梦中，灵州从未跟我提起过解除契约啊！灵州，我知道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我强求来的，是我太贪心，想要更多。我愿意解除契约，只是爷爷的身体一直不好，我怕他受不了。这半年来，有事只要搬出爷爷，灵州就会妥协。你有心了，爷爷那边我会照顾好。怎么会这样？你竟然为了苏青丝，连爷爷都可以反抗！灵州，可是我……合同我回头会让程毅给你送去。好，灵州，那我先走了。苏青丝，灵州是我的。宿主，傅灵州主动提出解除契约，您已成功夺回女主气运30%。你开心的太早了，温以柔不会这么轻易放手的。数据显示，傅灵州对您的爱情值99。他肯定会选择您。你不懂，有很多事情
傅林州重情重义，温以柔一定会去找傅老爷子，来逼傅林州做出选择。思思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吗？什么时候来找我都可以。来了。爷爷，您慢点，千万别气坏了身子。混账东西！爷爷，您别怪林州，是我做的不好。爷爷，今天你必须在以柔和苏清溪之间选择一个。爷爷，你别逼我。混账东西，我逼你，偏要选苏清是这个3年前抛弃你的女人。阿周，我没有。别担心，我会跟爷爷解释清楚。爷爷，当年的事有误会。能有什么误会？我看你就是昏了头了。爷爷，您别气了，苏小姐当年离开，一定是有苦衷的。傻孩子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今天爷爷就替你做主。傅林州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选谁？爷爷，今天你要选他，就别认我这个爷爷。爷爷，我选以柔。苏青丝，林州注定是我的。宿主，男主选择了温以柔，您的气运从30%降至10%。果然，只要傅老爷子在，他就算再爱我，也得被迫选择温以柔。既然你狠不下心，那我就只能逼你一把了。阿周，你思思，你听我说。思思，放开，我们已经没关系了。思思，那只是缓兵之计。爷爷心脏不好，受不起刺激。缓兵之计？你口口声声的说爱我，却当着我的面选择了别的女人。思思，我没有办法，体谅体谅我。我没办法体谅。那你3年前为什么要走？不走，压根就不会有温以柔的事。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思思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思思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站住！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今晚你跟以柔2人回去住。爷爷，这些事回头再说。你是不是非要气死我才甘心？爷爷，您别气，我跟林州说。林州，你别太担心。苏秘书只是一时接受不了，闹脾气，缓一下就好了。爷爷身体不好，你就先顺着爷爷吧。爷爷对思思误解很深，强行去追，只会让他把怒火都发泄在思思身上。爷爷，我会回去的。只要回去了，生米煮成熟饭。苏青丝，你输了。关键剧情触发，医政曝光，请宿主利用该剧情夺回记忆。借着这个剧情，将傅林州的心牢牢地抓在手里。思思，我心情不好，你能出来陪我喝酒吗？青丝，别喝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思思，我宁愿我一辈子也记不起来。你恢复记忆了，我知道，是不是傅林州那个混蛋又欺负你了？我去找他算账。不关他的事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哎，青丝，我们一起喝。
喝醉了就思思，你不能再喝了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。对不起，思思，让你担心了。我不喝。思思，谢谢你陪我，我累了就先回公寓休息了。思思，再见。我陪你吧，今晚。不用了，我能照顾好自己的。拜拜。不行，思思这状态太不对劲了，我得去看看。这是什么？小姐，吃颗糖吧，吃颗糖吧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啊？这瓶治疗抑郁症的药不是您的吗？什么？抑郁症？这是思思的包！思思，接电话！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公寓，肯定是他3年前跟傅林昭一起住的公寓。傅林昭，快接电话，快接啊！你在房间里点了什么？林舟，我看你今天太累了，特意点的安神香。又醒了，我去书房睡。林舟，别走好不好？思思，我不是故意让你生气的，别走。苏青丝，你凭什么一回来就得到林舟的心？明明这半年陪在他身边的人是我。思思，你别不理我。林舟，我不走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这不是思思的味道。温以柔，你竟然敢给我下药！林舟，这半年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，你心中为什么只有苏青丝？温以柔，从一开始你我就说好，假扮情侣让爷爷开心。今晚你越界了。傅林舟，快去公寓找思思！前次思思估计不想看见我。傅林舟，你他妈就是个混蛋！思思有抑郁症，你知不知道？他一个人在家，电话也打不通，万出事了怎么办？你说什么？抑郁症？出事？林舟，别走好不好？你答应过的，今晚在家。让开！程毅，立刻去景色公寓楼下待命。是，副总。等我。思思，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求求你开门！宿主，您这次的关键剧情完成的很好，气运大幅度回升。只要把这场戏演完，距离收回全部的气运就不远了。思思，是自己的生日，怎么会？阿周，只要我还爱你，这里的密码永远都会是你的生日。思思，思思，你醒醒！苏青丝，你醒醒！求你了，别吓我！你不能倒下，思思还需要我。怎么会？刚才还好好的。立刻联系全市最好的医疗团队待命。是，副总。思思，我错了，只要你醒来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
你吓死我了！苏青丝，你就算生气，也不能拿命开玩笑。你出事了，我怎么办？我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宿主，你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修正崩溃的剧情，无需有心理负担。没有你，他们只会更惨。对不起，我当时脑子乱，没留神就吃多了。苏青丝，这是能没留神的事吗？没关系，还是说你在骗我？你是因为我才这样的？没有。你吃了多久了？不久，在国外那段时间就开始吃了。国外？因为什么？既然这么难受，为什么不回来找我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难受，难受的我整宿都睡不着，也喘不上气。我还恨你不告而别，还跟温以柔假扮情侣气你。思思，我发誓，我跟温以柔没有一点关系，我只爱你。思思，爷爷身体不好，受不得刺激，我才跟温以柔假扮情侣，哄爷爷开心的。真的只是假扮的？真的，对不起思思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保证，我会跟爷爷说清楚的。到时候我们重新开始。阿周，这里消毒水味太重了，我想回家。这事儿要听医生的，乖乖等我，我去问医生。思思在里面。对不起，我明明都觉得你不对劲了，却没有坚定点留下你。思思，是我不好，我保证以后绝不会伤害自己。思思，可以回家了。傅林舟，我把思思交给你了，下次你再让她伤心，我跟你没完。有我在，思思绝不会受到一点委屈。思思，拜拜。到家了，可以放我下来了。不放。我这肯定是生理反应，绝不是心动。笨蛋，接吻的时候要张嘴。你怎么突然这么放得开？爱你接电话。林舟，对不起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等我回去再说。阿周，怎么了？林舟，你又去找苏晴晴了，对不对？你越界了，我们俩只是演戏，哄爷爷开心。明天我会回老宅，跟爷爷说清。思思，去沙发上休息会儿，今天我下厨。你还会做饭？贱人，为什么又是你？我不甘心，不甘心！明明在梦里，林舟明明就爱上了我。不行，我要去找爷爷。这不是爷爷每天都要吃的药吗？今天怎么忘在这里了？丽婶儿，丽婶儿，药呢？明明就放在这里的。3年前我就是靠着救了傅爷爷，才有了今天的一切。现在，老天爷又把这机会送到我手上了。只要我再等几分钟出去，傅家就又欠我一条命。爷爷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爷爷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系统把这段监控视频保存下来，留着一击毙命。思思，吃饭了。来啦！阿周，这是你做的面？第一次做，卖相是差了点。你手上的伤怎么回事？没事，就不小心刮掉了。傅林舟，你个骗子！这哪里是刮到的？坐着等我。伸手。好啦，喏，你给我煮面，我给你包扎，扯平了。
就知道思思心疼我。少爷，老爷摔倒了，现在在医院。我马上到。是爷爷出事了。乖乖在家等我。路上小心点。宿主，数据显示，男主这一次会再次被温以柔的救命之恩裹挟。所以呢，重要吗？只要他最后奔向的人是我就够了。雨那么大，他不会出事吧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他。少爷，您来了。爷爷情况怎么样？医生说脱离危险了，但这次摔到了后脑，心脏也受了惊，不能再受一点刺激了。否则，今晚多亏了温小姐，不然老爷子就……林州，爷爷已经没事了，你不用担心。今晚的事，多谢。林州，爷爷对我那么好，他生病，我应当守在身边。一柔，我们解除契约吧，你想要什么都可以。林州，你知道的，我要的不是这些，是你。为什么苏青丝一回来，你所有的目光都在她身上，就是不肯看我一眼呢？一柔，当初说好的只是假扮情侣。林州，不是我不想，而是爷爷现在……你现在跟爷爷坦白，我们是假情侣。坦白？爷爷肯定受不了的。你们在说什么？爷爷，对不起，是我没照顾好你。不怪你，是我老了没站稳。一柔，我昏迷前好像听到了你的声音，谢谢你又救了我这个老头子一命。爷爷，您今晚吓死我了。好孩子，林州有你陪着，我就放心了。林州啊，你跟以柔交往也有半年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以柔结婚？爷爷，其实我跟以柔……林州，爷爷的身体受不了刺激了，算我求你，就先假装应付下，好不好？爷爷，再等等。苏青丝，你真是好手段，竟然能让林州连爷爷的话都不听。爷爷，您好好休息，我回去给您炖点补汤。还是以柔有心，辛苦你了。发烧了，病人是疲劳过度又淋了雨才会晕倒的，好好休息就好。以柔这丫头就是太懂事了，有苦全都自己扛。林州，算起来，我已经欠以柔2条命了。不管你心里有谁，富家夫人的位置只能是以柔。爷爷，我跟以柔从始至终都不是情侣，之前那些只是为了哄您开心，演给您看的。不管你是真是假，以柔对我有恩，富家夫人的位置必须是以柔的。爷爷，如果您想报恩，我们完全可以给钱，给任何东西。您为什么非要让我娶她？这不论对她……住口！救命之恩不是能用钱衡量的。富家主母只能是温柔懂事的，苏青丝不行。爷爷，我这辈子非苏青丝不娶，我爱她，很爱很爱。如果您非要逼我娶温以柔，富家掌权人的位置，我可以放弃。你为了苏青丝是要活活把我逼死是不是？爷爷，
我从没想过要逼你，我只是不理解救命之恩跟结婚有什么关系。我只想跟苏青丝结婚。你是要气死我呀！李烨，您别动气，医生说了，滚出去！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，什么时候回来？爷爷，你别动气，好好休息。当当当，饿了吧？这是我特意为你和爷爷准备的爱心便当。阿周，怎么了？思思，有些事情可能还要再等等。什么？以柔昨晚又救了爷爷一命。刚才爷爷醒来，问我和以柔什么时候订婚。然后呢？我跟爷爷坦白了，我和他只是假情侣。可爷爷不听，所以你能不能再等等？我明明就知道他割舍不下爷爷，也理解他现在的难处，可为什么我的心会这么难受？我要等多久呢？你爷爷那么喜欢温以柔，只要他在，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。思思，不会的，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会解决的。傅林舟，我不想听这些没用的空话，我们分手吧。爱一个人要学会放下，奢望幸福却也有不息的家。我会让他受委屈的。可我现在在干什么呢？你去哪？问你却讲不出口来回答。宿主，您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万一将男主彻底推向温以柔那边怎么办？不会，我相信他，只是我不逼他一把，他就会一直被温以柔绑架，我就永远收不回全部的契约。我绝不会像书中一样流落街头。思思，副总给咱家又投了10亿和好几个大项目，你就回傅氏走个过场行不行？不去，我跟他已经分手了。思思，算爸求你了。好吧，那我为了爹爹，就回去一趟。好久不见啊，苏秘书。苏秘书啊，岭州借口爷爷摔倒离开那天，他可是因为我发高烧，在医院陪着我。怎么，苏家大小姐也要当个见不得光的情人吗？温小姐有功夫操心我，不如多拿镜子照照自己。你脸上的粉都快盖不住那2层黑眼圈了。苏青丝，等我跟林州结婚，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思思，你来了。副总，请自重。思思，别这样，你再给些时间，我会说服爷爷的。好啊，那你马上把温以柔开除，我不想在公司看见她。傅林舟，你什么也做不了，
怎么给我幸福呢？思思说的对，我什么也做不了。可是我到底怎么做才会让爷爷松口？系统，我记得温以柔是对郁金香过敏吧？是的，宿主。是吗？过不过敏还是要试试才知道。谢谢你，温小姐，送你的。你是故意的，就是为了报复我早上在电梯。对不起，温设计师，我真不知道你对郁金香过敏，我只是觉得这花很衬你。你少装了，你就是故意报复我！你在干什么？林州，谁允许你对他动手的？没事吧？他能有什么事情？就是他故意拿郁金花害我过敏的。怎么？突然给温设计师送郁金香，真是惯得不像话，在大庭广众之下都这么不给我面子。苏秘书不会真是故意的吧？我觉得也是，不然怎么那么巧？花是我吩咐苏秘书送给温设计师的。至于温设计师过敏，苏秘书确实不知情。后续所有的医疗费，傅氏会负责到底。哼！但要是有什么流言蜚语从你们口中传出去，就都不用在傅氏当了。程毅，带温设计师去医院。是，副总。苏青丝，你跟我来。你拉我干嘛？弄疼我了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控制好力道。副总，您还有事吗？没事，我就走了。为什么故意给温以柔送郁金香？你看，我都还没解释，你就认定是我故意的。既然这样，我们没什么好聊的。思思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明明是他今天在电梯里先说我只配当你的情人，等你哪天玩腻了，就会像丢垃圾一样丢了我。他真的这么说？差不多吧。还说你喜欢的人是他。傅林舟，他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骗子，答应我的做不到。我看你就是喜欢他，既然这样，我走。思思，你难道看不出来我到底爱谁吗？从始至终，我拼了命想护着的人只有你。我不信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放开我！思思，我不要分手。思思，我爱你，很爱很爱。我的妻子只能是你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一定会说服爷爷的。在你没处理好前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
不想错过每一刻，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。马上来医院，以柔就在我身边，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你身为傅氏集团的总裁，手下的员工使用手段，害得以柔过敏，你非但不处理，还纵容他，你是要气死我吗？爷爷，林州没有偏袒苏秘书，都是我的错。好心机，可怜兮兮的把错揽到自己身上，实际上是在跟爷爷搞死死的装。既然是你的错，公司也给了你补偿，你还委屈什么？林州，我没有，我只是一时没忍住。傅林州，你就这么偏袒那个苏清寺？爷爷，这件事情在公司已经解决了，您就别再管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管不住你了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必须开除苏清寺，还以柔一个公道。爷爷，公司的事我有分寸。你要有分寸，就不会让苏清寺骑到以柔头上来。爷爷，这件事您不需要管。温小姐真是好手段，在电梯中故意惹四四，现在还来爷爷面前倒打一耙。林州，我没有，我只是好心提醒他注意自己的身份，没有别的意思。该注意身份的人是你，留你在傅氏，只是为了还你救爷爷的恩情。你要是再敢去招惹四四，就别怪我无情。爷爷，李婶稍后就会来照顾你，公司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苏清思，你竟然告状告的竟然比我还快！你怎么来了？思思，我已经跟爷爷坦白了，我这辈子非你不娶。思思，外面好冷，先让我进去行不行？行吧，进来吧。别动手动脚。你是我女朋友，是我未来的老婆，我抱抱怎么了？谁是你女朋友？我还没答应复合呢。思思，你就原谅我好不好？那就勉强原谅你吧。思思，明天是傅氏集团的周年晚会，你跟我一起去参加。哦，知道了。关键剧情触发，在晚会上打碎傅林州母亲留给他的翡翠手镯。那是他母亲留下的，我不要。宿主，关键剧情必须执行，否则世界线将会自动修复，你也将自动走上惨死的结局。思思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有点累了，休息下就好。那就是副总身边的新红人，听说风头都盖过特助程毅了。什么红人？这位可是副总心中爱了3年的白月光。快看，傅老爷子和温以柔来了，白月光对上准未婚妻，今晚有好戏看了。爷爷，以柔，你跟林州站在一起，等会儿我有重要的事情宣布。好的，爷爷。苏秘书，你今晚这身礼服真好看。温小姐过奖了。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来参加傅氏的周年会。今天除了庆祝，我傅家还有一件大喜讯要当众宣布。这是我们傅家传了几代的玉镯，向来
只传给历代的富家孙媳妇。今天，我要把这只手镯交到以柔手里。恭喜父老，看来咱们不久后就能喝上傅总的喜酒了。是啊，估计傅老爷子马上就要抱上曾孙了。借你吉言，林州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上来！爷爷，我之前跟您说过，我的婚是我自己做主，您为什么要当众逼我？混账！自古以来，婚姻大事都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我这把老骨头没几天活头了，只希望在临终前能看见你成婚幸福。我这算什么逼你？林州，还不快上来！傅老爷子身体不好，不能再受刺激。苏青丝，你还在期待什么呢？明知道他有他的难处，只是为什么这么难过呢？爷爷，哼，拿着。一柔啊，快上台来。快拍快拍！傅文两家正式联姻，明天的头条有了。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见证，回头选好黄道吉日，傅家再请各位来订婚宴上喝喜酒。对不起，思思，对不起。思思，别放弃我。快要把我吞没。苏秘书，傅爷爷当众给我戴上的这只传家宝手镯，好看吗？也就是个镯子而已，温小姐高兴就好。苏秘书，谁拥有这只镯子，谁就是傅家未来的女主人。就算你会勾引领州又如何？我才是最后的赢家。苏秘书，也就是我善良。喏，镯子借给你看看，满足下你的虚荣心。警告，请宿主立刻执行关键剧情，打碎玉镯，否则剧情将强制修正至小说结局。系统，这是他母亲唯一的遗物，我不能这么做。宿主，关键剧情必须执行。再等等，让我再想想。不需要，无论是镯子还是傅家夫人的位置，我都不感兴趣。苏青丝，不知道你因为嫉妒把镯子打碎，林州还会不会站在你这边？苏秘书，我知道你嫉妒我，可这是傅爷爷给我的镯子，不能摔啊！温以柔，你是故意的！你知不知道这个镯子对阿周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就是故意的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苏秘书，我知道你看不惯我，我走就是了。可你为什么要摔傅爷爷给我的镯子？不行，我一定要带思思去爷爷面前说清楚，让爷爷取消订婚。思思，思思，林州，镯子碎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林州，
是苏秘书，他怪我抢走了富家女主人的位置，就故意把镯子摔碎。思思，我想听你说，不是我，你信吗？阿周，他在撒谎，周围的人都看见了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，我们看见苏秘书动手了。对，镯子就在他们脚下，就是他摔的。我相信他，他说不是就不是。我相信他，他说不是就不是。都在吵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谁干的？爷爷，身体要紧，别动气。镯子的事怪我，是我自己没拿稳，跟苏小姐没有关系。您要怪就怪我吧。苏青丝，你害林州害得还不够吗？竟还打碎了阿周母亲留下的遗物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爷爷，镯子不是思思打碎的。你的意思是以柔故意摔碎镯子，污蔑她了？你就这么袒护这个抛弃你的女人吗？爷爷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。医生说脱离危险了，但这次摔到了后脑，心脏也受了惊，不能再受一点刺激了，否则他信我，却没办法保护我。只要有傅老爷子在，他的偏爱就永远要权衡利弊。看好了，我要针对他只会这样，而不是用那些下作手段。思思，站住！你是要为了他不顾老头子我吗？宿主，现在你跟傅林州闹成这样，接下来怎么夺回气运？按原计划走。检测到宿主对男主心动值为……行了，心不心动重要吗？我的目的是从始至终都是改变命运，保下妈妈留下的苏家。思琪，林州，别喝了，他不值得。滚！他值得，我爱他，不管怎么样我都爱。滚！他值得，我爱他，不管怎样我都爱。不要去找他，思琪，对不起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办？苏青丝，我一定会让你失去一切。妈，傅爷爷将傅家的传家宝给我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回苏家？思思，你连见我一面也不愿意了。思琪，开门！没做傻事就好。这是维 C， 不是治疗抑郁症的药，所以他在骗我。程毅，3分钟内我要苏青丝现在的位置。苏大美女，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真心话。那我可要问个劲爆的，苏小姐，你现在有没有心上人？没有。没有。原来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。算了，既然我没本事护着你，也给不了你想要的，以后就不互相折磨了。林州，回来了。以柔怎么没跟着一起来？爷爷，我很累，暂时不想听这些。林州，你心里还念着苏家那丫头？没有。爷爷知道你不爱以柔，但爷爷都是为了你好。苏青丝那丫头，当年既然能抛下你，就说明她根本不爱你。爷爷，我今天去找她了，我亲耳听见她说她没有心上人。既然你听见了，那你现在怎么想？爷爷，我是不是很蠢？3年过去了，一点长进一直在同一个人身上。林州，你做得很好。我老了，这3年是你撑起了傅家，只是感情不是能轻易说清的。爷爷，不想去问医生，不爱他。罢了，
听你的。易柔那边，我会去说，他想要什么补偿，都可以。爷爷，我休息一会儿。难道我真的错了？凭现在的傅家，就算苏青丝不爱林州，也会顾及面子留在傅家安稳生活。你还来做什么？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既然分手了，那就断干净。我今天来是把之前的一些东西还给你。苏青丝，你就这么着急跟我撇清关系吗？连我给苏氏的投资款都要还回来，卡拿着，就当做是这段时间给你的补偿。所以这段时间你把我当成什么？跟温以柔一样？阿周，还东西只是个借口，我只是想再见你最后一面。别心软，傅林州，他对你根本没有爱，想见我最后一面。苏青丝，你真是好样的！你是不是从未爱过我？阿周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当然爱你啊！爱我？爱我就是拿维 C 假装抗抑郁的药来骗我。还有那天我去酒吧找你，你说你没有心上人。苏清溪，这就是你的爱吗？阿周，你听我解释。思琪说的对，在爷爷和你之间，我无法坚定的选择你，我给不了你想要的幸福。更好，你也不爱我，我们就这样吧。阿周，你认真的？思琪，走吧，给彼此一个体面。以柔，你熬了这么久，终于要当上傅太太了。妈，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。等我正式嫁进傅家，我们就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。不过，傅立川那么爱苏青丝，怎么会突然松口？因为我对傅老爷子有恩，他就算再爱苏青丝又怎样？能违背爷爷的命令吗？看来当初选择的没错，傅令州果然放不下傅老爷子。既然婚事已经稳了，也是时候带着你回苏家了。哼，堂堂傅氏总裁，商场上杀伐果断的奇才，怎么一碰上感情的事儿，就蠢得没边了？我现在没心思听你废话，叫你来是陪我喝酒的，喝酒就因为听到苏青丝说不喜欢你，你就真信他不爱你？他亲口说的，还能有假？你到底懂不懂女人？女人在感情里说反话的多了去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女人嘴上说喜欢你，不一定是真喜欢；她说不喜欢你，也不一定是真不喜欢。你不能只听她说什么，你得看她的行动，看她到底为你做了什么。谢少，你怎么这么久都没来？找人家了？这不是忙着给我这好兄弟解决情感问题？情感问题？傅总这么优秀，还有搞不定的女人呀？林州，你与其在这儿自己瞎琢磨，不如直接问问。毕竟，女生最懂女生。怎样才能知道女生爱不爱你？这还不简单？当然是看她怎么做的。比如会为你吃醋，为你难过，在你无助的时候陪在你身边。你爱上别人让我怎么办？当当当，饿了吧？这是我特意为你和爷爷准备的爱心便当。可是如果他做这些只是为了骗我，如果他真的不喜欢我，周哥，别因为一时的误会让自己后悔一辈子。你来做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，赶紧离开！明远，我今天来可是有正经事要跟你谈的。有话直说。四熙还在楼上休息，我只给你10分钟的时间。明远，以柔马上就要嫁进傅家，到时候苏家就能上1层楼。她嫁进傅家，跟苏家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以柔也是你的亲生女儿。
你胡说什么？是不是胡说？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明远，其实当年我离开的时候就已经怀了你的孩子了。不可能，我们根本就没发生关系。明远，你忘了吗？你喝醉酒的那次，我们……我这样怎么对得起思思？怎么对得起知薇？明远，你现在是苏家的家主，以柔马上就是富家少奶奶了，她比苏清溪更能帮助苏家。你今天上门，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要让以柔认祖归宗，我要她名正言顺的成为苏家的大小姐。明远，以柔身上毕竟流着苏家的血，你总不能让她一辈子顶着温家这个暴发户的姓。你有时间带以柔来家里吃顿饭，我找个时间跟族里的长辈说这件事。明远，谢谢你。安晴，你结婚了，我也有孩子了，我们这样不合适。明远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你知道的，我只是太激动了，一时之间没忍住。明远，我回去后会让以柔好好准备的，争取给族里的长辈留个好印象。沈知薇，没想到我留了明远的孩子吧？你输了，就连你的女儿，迟早也会被我赶出家门。真没想到苏明远这么快就认了温以柔。是啊，他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将家族放在最前面，谁能让苏家兴盛，他就在乎谁。前一秒还觉得对不起你，后一秒就认下温以柔。你们人类还真是善变。在原本的命运轨道中，我最后流落街头惨死，也是因为他没能力撑起苏家，所以只能让林婉清把我赶出家门。宿主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当然是下这么大雨，谁会来找我？傅林舟，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？我去给你拿毛巾。等等，我今天来只为了一件事情。什么事这么急？还是等我拿完毛巾，你擦干再说吧，不然要生病了。我只问这一个问题，问完就走。苏清溪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你不是已经提分手了吗？意思就是，女人嘴上说喜欢你，不一定是真喜欢；她说不喜欢你，也不一定是真不喜欢。思琪，那时候我以为你不爱我，对我只是利用。傅林舟，很多事情不是光靠爱就能解决的。就算我爱你，又能怎样？你难道能为了我不管爷爷的身体吗？所以你是爱我的，对吗？是因为我一直没有保护好你，你才生气要放弃我的。或许吧，一开始我接近你确实有别的心思，可后面我是真的动心了。思思，我爱你，你开始对我就算是利用我也认了，只要你现在爱我就好。思思，以前是我让你受尽了委屈，但我发誓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失望，我会永远坚定的站在你身边。思思，以前是我让你受尽了委屈，但我发誓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失望，我会永远坚定的
站在你身边。思思，你刚才是不是点头了？你答应我了，对不对？傅林娇，你快放我下来！你身上全是水。思欣，你能不能多爱我一点？就一点点就好。不行，你刚才明明已经点头了，戒指也戴上了，我不允许你反悔。我不能多爱你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爱，已经满了，没办法再多一点了。思思，我也爱你，我比你更爱你。痒。来的路上我真怕你说不爱我，可只要一想到你以后身边可能会有别人，我就嫉妒的要疯了。傻瓜，我都戴上你的戒指了，还能跑去哪儿？放心吧，不会有别人，以后只有你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不许再离开我了。好呀，但是在这之前，我们是不是要先走个流程？什么流程？笨蛋，回家见家长啊！见家长？对啊，见家长。这么突然吗？我还什么都没准备。终于来了，苏秘书，我今天才知道，原来你喜欢当小三的爱好是随了你妈呀！我妈是苏家明媒正娶的太太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提她？爸，她为什么会在我们家？我不欢迎她，把她赶出去。思思啊，你先别激动。青丝，你就别为难你爸爸了。来，快坐下来，让阿姨看看你。苏家不欢迎你们，出去。妹妹这是不欢迎我，不过这也是我家呀。你在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是你家？爸，你看，妹妹根本就不接受我。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为什么喊你爸爸？青丝，其实以柔也是我的女儿。不可能！我妈妈只生了我一个女儿。爸，你是背叛了妈妈，在外面生下了私生女。住口！我是你爸，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我说错了吗？妈妈才走了3年，你就迫不及待的把外面的私生女带回家，你对得起妈妈吗？青叔啊，这你可就说错了。真要论个先来后到，以柔才是苏家名正言顺的大小姐。是啊，妹妹，我才是姐姐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回来只是想陪在爸身边，绝对没有别的意思。爸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是铁了心要温以为认回家吗？思熙啊，以柔马上就要嫁入傅家了，等以柔成为傅夫人，我们就能得到傅家的帮衬，到时候苏氏就能重新在京城站稳脚跟。而且以柔这孩子很善良，她答应过我，回了苏家也绝对不会跟你争什么的。不会跟我争。爸，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？他们母女俩现在就站在苏家，甚至都喊你爸了，这还不叫跟我争？是不是只有把我赶出这个家才叫争？思熙，你就不能为爸爸着想吗？你母亲离世后，我一个人苦苦支撑着整个苏家，我有多辛苦，你知不知道？爸，不用多说，我今天就问你，我和温以柔，你选谁？苏清溪，你就这么不懂事？你们俩都是我的女儿，我不会偏心谁的。
以后你们俩好好相处。苏青丝，你的家人、爱人，如今全是我的。爸，您别跟妹妹置气，我跟妈妈是来加入这个家的。如果妹妹实在容不下我，我走就是了。今天能见到爸爸，我就很开心了。以柔真是长大了，懂事了。明远，既然清溪不欢迎我们，我们就走了。站住！这里是你们的家，你们不需要走。爸，你不让他们走，难道是想让我走？够了！以柔是你的亲姐姐，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所以，你是铁了心要让他们母女俩回来了？是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要怎么补偿他们？我打算挑个好日子，让以柔认祖归宗，进入苏家的族谱。以后，以柔就是我们苏家名正言顺的大小姐。她是苏家大小姐，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我的妈妈又算什么？青丝啊，你就是想太多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以后阿姨就是你的妈妈。我妈是叱咤商界的商业奇才，是她带着苏家发扬光大的。你一个小三，也配跟她比？苏青丝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妈？要想不被骂，那就别当小三。爸，如果你执意认下温以柔这个私生女，那我们就断绝关系。我就是太惯着你了，才让你这么骄纵。婉清以后是苏家的女主人，是你的母亲，必须学会尊重她。好，看来没得谈了。跑什么？思思，谁欺负你了？阿周，我没有家了。温以柔是我爸养在外面的私生女，还说要让她当苏家大小姐，那我怎么办？别哭了，我保护你。听说苏家要认新的女儿。林州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林州啊，快来坐。林州，是来看以柔的吧？快坐，快坐，我让人去沏茶。不用，我来是找你们麻烦的。苏总，这是打算让私生女登堂进室，取代思思这个大小姐。林州，你误会了，思思是我的女儿，我怎么会赶她走？青丝，你快帮爸爸跟灵州解释两句啊！解释什么？你难道没有把私生女带回家，要把我赶出家门，给她腾位置吗？思熙，爸怎么会这么做呢？苏叔叔，你是觉得我傅灵川眼瞎了，看不清？灵州，真有误会啊！事实摆在眼前，有什么误会？初见你时，我还觉得你眉眼间有几分思熙的影子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你不是像思思，你是女儿泪妇，长得像苏哥哥。林州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俗话说龙生龙，凤生凤，思熙完美继承了她母亲的优秀基因，青出于蓝，而你自然是处处都不如思思。林州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妻，你怎么能向着一个外人？注意言辞，是我未婚妻，爷爷已经同意我们之间的婚约取消。不可能，爷爷那么喜欢我，怎么会同意取消婚约？你真以为你干的这些事没人知道吗？林州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，以柔怎么会做这种事？当小三的脸皮就是厚，证据都摆在面前，还能脸不红心不跳的狡辩？林州，你就算生我的气，也念着点我们之间的情分。
不要这么逼我妈妈好不好？亲，你妈妈要是真不软，当年就不会带着你嫁进温家，更不会在明知道苏明远有婚约的情况下去爬他的床，也不会隐忍20年带着你登堂入室，把原配的女儿赶出去。副总，就算以柔做错事，这也是我们苏家的家事，你一个外人管得太宽了吧？家事，思思，你告诉他我是外人吗？他当然不是外人，他是我的男朋友。完了，沈之薇，我当年输给了你，如今又输给了你的女儿，我不甘心。林州，这都是误会，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。苏总，不止这一时鬼迷心窍，这3年间，苏氏在你手中不断没落，你这辈子唯一一次眼光好，就是娶了思熙的母亲，有了思熙这样正人等。是，现在立马签一份保证书，思熙必须是苏家唯一的继承人。好，我现在就写。至于你，等着接受法律的审判吧。不要，林州，求求你放过我，我真是太爱你了。你爱的只有你自己。恭喜宿主收回全部的女主气运，故事修复完成。